这是我的渔船，你确定没开玩笑？你确定这是渔船？这么巨大的舰炮是什么鬼？话说我捕鱼用得上这近防炮吗？什么？这里居然还有一套导弹垂直发射井！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确定不是惊吓，大哥！我这是渔船啊！你说的这些不是战舰该有的设备吗？我之所以这么改，原来是因为7天前发小出海捕鱼就遇到了海盗，200多个海盗，个个扛着 AK， 甚至有人扛着 RPG。原本船上100多名船员，最终只逃回20几个。张有峰父子更是被勒索了2000多万。苏哥，我怕下次遇上跑不掉，帮帮我！受苦了，兄弟，我帮你想想办法吧。哥，苏哥，帮我改改这艘渔船吧。你这渔船都能卖废铁了吧？你要我怎么改？哎，算了，你走吧，我尽量修修。这玩意儿到底要怎么改啊？我这个破烂船厂要怎么改才能唬住海盗呢？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最强改装系统开启，新手大礼包已发放。恭喜宿主获得未来055型核定力驱逐舰，套餐内含微型核反应堆。天哪，这就是055的所有数据吗？这金手指太逆天了！张有峰，等你看到渔船的时候，别被惊掉下巴。哈哈哈！张有峰让我改造的是一艘6000吨的远洋渔业捕捞船，长103米，宽17.6米。我直接按055万吨大9给你改。原来客户评价越高，奖励越丰富，所以这艘船我要好好改改。这系统给的机械臂还真好用，改完之后一定让天下男人着迷。船已经改好了，老张，赶紧过来。这还是我的船吗？那些大炮怎么跟军舰一模一样？苏哥，这啥情况啊？都是些吓唬人的，发射不了的，淡定啦。如果我说能够发射，甚至还储备了海量弹药，我真怕他心脏受不了。还是先隐瞒下来吧。老张，走，带你瞅瞅去。这是130毫米舰炮，主炮威力堪比一个炮兵营。放心，不能发射，吓唬人的。我还装了近防炮、鱼雷跟雷达，也是吓唬人用的。放心。除了这些，还有舰对空导弹、反舰导弹和火箭弹，不过也都是吓唬人的。大哥，我这是渔船啊！你说的这些不是战舰该有的设备吗？有这渔船，看海盗还敢抢咱？苏哥，下次跟我们出海吧。成，反正最近厂里没活。从今天起，它正式更名为护卫号。出公海前，这些大家伙绝不能露面。这是什么？张叔别慌，这都是剧组定制的电影道具，看着唬人而已。是道具就好，真希望这趟出海别再碰上那些要命的海盗了。这设备真先进，我开了这么多年船，从来没开过这么稳的船。速度都破40节了，怎么一点发动机的噪音都听不见？这船远远还没到极限，它到底能开多快？尾流怎么跟着搜渔船？你好，你们的渔船再不改变方向，我们2船就会相撞，请你们立刻改变航行方向。我们正在追逐一个鱼群，马上要钻到你们的船下，我们必须马上放脱网，请立即改变航向，别抢了我们的鱼。放脱网？什么？脱网如果缠入螺旋桨，那我们肯定就是案板上的鱼肉了，他们一定是海盗。
伙计们，哈哈哈哈哈哈！待宰的羊羔已经手到擒来了。遭遇海盗，快速返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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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盗！海盗！真的是海盗！全完了！分部小家伙，能吓退他们吧？海盗吗？正好练练手。就海盗那些垃圾渔船，用反舰导弹是大炮打蚊子，打算先用舰炮和近防炮来试试枪。先发射2枚校准弹。我操！我操！这玩意儿不是模型吗？不是吓唬人吗？怎么就发射了呢？兔崽子，说老实话，这玩意儿不是吓唬人的吗？爸，我也不知道啊，我也还好懵逼。该死的伙计们，这是舰炮，这是舰炮，这是艘军舰，快跳船！快给老子撤！快撤啊！舰炮，他们那个竟然是真的！怎么可能？鹰响老不是说这只是一艘远洋捕捞船吗？怎么会有舰炮？该死的，我们被那帮鹰响老耍了！啊！该死的家伙，我们被骗了！我跟他们没完，老子被他们骗了！苏哥，我是让你改装渔船，没让你改装成专业舰船啊！那我问你，这船带不带劲？这是我的渔船吗？苏兄弟，上！狠狠的上！雷达一开，方圆120海里的情况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原来你们才是幕后黑手。正好也让你们看看这艘渔船实力。舰长，多目标来袭，方位035，距离80海里。8枚亚超结合导弹掠海飞行，6枚重型尾流自狙鱼雷入水，航速55G，还有12发火箭增程弹冲我们来了！上帝，这他妈是渔船！不对，完全不对！这等级的火力是龙国05的标配火力，他们的2线护御舰都未必能配齐这套组合。龙国怎么会把这些东西塞到一艘破渔船上？他们的军舰都不够用！该死的！情报部门的人都死光了吗？连对方藏了舰炮垂发系统都查不出来，
这根本不是渔船，肯定是伪装成渔船的军舰，绝不是用来对付海盗的。他们一定是故意把这艘船开到公海，藏着别的目的。不管龙国人有什么图谋，这艘船今天必须沉在这里，要让可恶的龙国人见识见识我们鹰将的厉害。全舰一级战斗部署 ，MK-15密集虫海螺马近防系统全功率启动。拦截，给我把所有来袭目标全打下来。MK-41锤发单元装填鱼葱反舰导弹 ，MK-32鱼雷发射管装填 MK-54鱼雷，锁定目标反击，立刻反击。苏哥，海盗不是都被打完了吗？那边好像是鹰将的战舰，我们还是不要招惹他们吧。慌什么？这艘原本的鱼舱被我改成了模块化弹药库，备弹量足够撑完一场中型局部海战。鹰将战舰的拦截效率再高，也扛不住无休止的饱和式打击。这帮鹰降佬整天在我们沿海地区搞事情，这些海盗也是他们的马前卒，我们也要给他们点教训。刚才第一轮只是试探，他能拦一轮，拦得住10轮100轮吗？打！是。立即启动全域防御系统，拦截所有来袭目标，全力启动防御！抓紧规避动作！双方竟然已经发生冲突了，不只是发生冲突，不明势力竟然还多派了2艘支援船只过去。对方实力在那儿，一旦出现异常，我们的人凶多吉少。这是渔船，还有拖网和起重机，可那发射的光团是怎么回事？对方做法太极端了，这样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是船长，名叫约翰，这样做没有必要。为了安全，我们可以保持距离，这是建议，也是提醒。否则，你们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后果。果然如此，小苏，你打算怎么办？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请求，但你们必须支付500万美刀的和平费，弹药不要钱，燃料不要钱，赔款是必须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还谈个屁！继续应对。这太出乎意料了。舰长，拦截弹不足40%，龙国战舰来了。又有一艘龙国驱逐舰过来了，这样下去我们必败无疑，该撤了。够了，停止射击，所有武器系统转为防御删态。龙国渔船听着，我们再打下去也毫无意义，纯粹是徒增伤亡。我们愿意撤离这片海域，现在就转向。掌舵手，右满舵，航向118，全速撤离。他们走了，真的走了！苏兄弟太厉害了，他们真的走了。刚才那一手真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苏兄弟太厉害了。苏哥，你当初不是说这些只是吓唬人吗？你操作的时候我都吓懵了。小苏辛苦了，
多亏了你。不过这些设备你是怎么准备的？没错，这些本来是吓唬人的，但紧急情况下也只能这样了。这里是龙国海军，这里是龙国海军，前面的渔船，请你们立即熄火抛锚，配合检查。重复一遍，请你们立即熄火抛锚，配合检查。船来了，我们有救了！我们好像已经安全了。这船是不是来得太迟了？咱们船上那些东西肯定被发现了。龙国对武器管理相当严格，现在那么多大家伙，怕是能直接死刑。完了，被抓到就麻烦了。小严，船上有条快艇，要不你跟小峰去别的地方。张叔，你没听过一句话，杀一个人是罪犯，但是杀100人、1000人就是英雄。好像也是这个理。这居然是一门真的舰炮，这样的舰炮怎么会装在一艘渔船上呢？你过来，把这个拧开。把这个也打开。居然是导弹发射井！这只是一艘渔船，上哪儿搞到那么多大家伙的？简直胡闹！这么多大家伙竟然安装在一艘渔船上，船老大是想干什么？搞违规装备吗？你们谁是船长？同志你好，我是船长。张船长，说说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情全是我一个人干的，跟他们没有关系。这些设备都是我买来装上的，要是有什么惩罚我认。张船长，掩藏真相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这件事很大，希望不用说了，是我干的。凭借这些大家伙，我自信国家不可能用坏的处置办法。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苏青言。苏先生是吧？我很好奇，船上这些东西你是从哪里获得的？是我自己造的。苏先生，我允许你再次组织语言回答。这些大型设备，光制造工序就多达几十上百种，而且以一个不留神人死逞销，靠你一个人没法造，何况还是如此多的数量。的确如此，但我并不是一个人，我还有很多自动化设备协助。自动化设备，哈哈哈哈哈！放眼全球，谁都没资格说这句话。靠自动化设备协助，一个人造那么多大型部件，改装那么大一艘渔船，根本不可能。舰长不好了，你们快去发动机舱看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但我敢肯定，那一定是一台核聚变发动机。把你刚才的话重复一遍，记住，给老子想清楚了，要不然军法从事。我跟战舰打了一辈子交道，太明白核聚变发动机意味着什么了。这艘渔船上有可控核聚变发动机，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可控核聚变吗？不可能。小钱啊，你一定是看花眼了吧？赵老师，许舰长，说是说不清的，要不你们自己去看看吧。
赵老，就是这个。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完全违背了物理定律。看来这是真的，必须启动紧急预案。蝰蛇上校进入1级战备状态，任何靠近这艘舰前的目标，3次警告无果，无需批示，直接开火。是。通讯部门，给我以最快速度，将这边的资料迅速发到燕京那边。记住，走紧急联络通道。核心部门紧急决议：第一，海上编队1级战备赶往目标海域；第二，谴责外部势力实弹演习，靠近者后果自负。第三，50名专家立即启程，核查真相。啥情况？这是直接开大型海上编队过来实弹演习？关键是怎么那么突然？小苏你好，我叫吴自华，做科研工作的。小苏，我们这次来的用意你应该清楚，不如我们到外面好好聊聊。报告，机舱突发异常，舰长命令立刻撤离。情况不明，只收到2个消息，动力舱严重泄漏。完了，核心动力装置毁了。我钻研了一辈子的技术，如今终于有人做到了。我满心欢喜赶来，可现在你告诉我，我们的核心动力装置要彻底毁掉了，带我过去！你也一起来，这是我亲手做的，我必须去。真想看看他的工作原理。小金，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是国之重器？这是龙国崛起的希望！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对不起，对不起。要炸了！快去找他！这船是他改装的。所有人听令，不准靠近那位苏先生，严禁打扰，封锁动力舱。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太感谢你了，你救了大家，真的太感谢了。其实就是个小问题而已，没事没事。10分钟后，发动机彻底稳定，我带着他们对整台设备做了系统讲解。做工还是粗糙了点儿，再精细些，利用率能再提高。对对对，还有这个阀门也好粗糙。简单介绍之后，大家接连提出了各种问题，我一一给出解答。徐若香笑着看着这一幕，在他看来，我能力出众却沉稳低调，这样的年轻人十分难得。苏小兄弟，你有没有兴趣前往首都，
高层也十分欢迎你的到来。若是你愿意去科研，资金无条件支持，科研环境设备无条件支持，还有薪资待遇这块，每月最低1000万。如果你还有亲戚朋友想来燕京，他们会帮忙安排一些官方清闲部门的工作，确保你没有后顾之忧。谢谢您的好意，我不想离家太远。想不到苏小兄弟念旧，难能可贵。没事，相关方面也能理解。哦，对了，苏小伙家，不知道你能不能替国家将现役的2艘航母发动机也改造成核动力的？接受任务，核动力航母改装。天哪，这可是一艘堪比一座巨型山力的空天母舰，驱动方式上面居然是核动力反重力装置，吨位更是来到了最高100万吨的恐怖程度。这要造出来一艘，怕是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了。再瞧瞧那恐怖的长度3228米，现有航母那几百米长的甲板与之相比，简直弱爆了。这么夸张的甲板数据，停放几百架战机，1分钟起降10几架战机，那不是轻轻松松？当然可以，不过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有点久，也许是1个月，也许是1整年。这么快？我们已经做好最少3年的打算了，1整年就能完成，已经很快了。我说的是最长，若速度快，也许半年3个月就能完成。需要哪些条件？但说无妨。这个可能要求有点多了。首先，港口肯定要改一下，我那个修箱厂也得改一下，还要多准备点材料，比如特种钢、铝合金等钢材。没问题，没异议的话，咱们先把这艘船开往北方渤海造船厂。我曾在雾中迷惘，海上流浪，跌跌又撞撞，试过坦坦荡荡，勇于身上，连一面勋章，前方层云叠嶂，遮不住我锐利的锋芒。你听啊，是呐喊。我想将修涵厂扩大一些，然后把那艘闽省舰航母开过来就行。至于帮手什么的，我并不需要。一群废物，竟然连一艘破渔船都搞不定！龙国人都把炮口怼到我们脸上了，你们还在跟我谈风险评估？命令尼米兹号航母第1舰队立刻前往龙国闽省周边巡逻。我就是要让龙国人看看，这蓝星是谁说了算。统领阁下这么做的话，相当于是在老虎嘴上拔毛，会彻底激化矛盾。我要的就是激化矛盾。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鹰扬，想飞哪儿就飞哪儿。立即命令第1航母舰队前往目标岛屿巡逻。狂妄，简直无法无天！这是对我们挑衅，更是将咱们的尊严踩在脚下。传我命令，空防作战部队紧急待命，海防巡航编队前出预定警戒海域，一旦有外机侵犯我方管控空域与海域，可先行处置，坚决驱离。雄鹰大队立即起飞前去拦截，务必把目标驱离我方管控空域。这里是龙国，拟机已进入我国东海毗连区。这里是龙国，拟机已进入我国东海毗连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重复，立即离开。释放红色警告信号弹。狂妄，简直目中无人！给我打！太猖狂了！
已经猖狂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上级命令，打！是。最后警告，再不转向，下一发将直接摧毁你部机身。此时，鹰将的 F-35战斗机群也前来助阵。对方有支援，停止攻击预案。2号、3号机前出拦截 F-35编队，4号机跟我盯住那2架 F-22，4号机跟我盯住那2架 F-22，绝不能让他们再往前一步。我一定要干掉这帮混蛋！首长，外方航母上还有2个中队的舰载隐身战机待命，前沿基地还有10余架隐身战机随时可以起飞。我们如果继续增派战机，对方大概率会同步跟进，局势很可能彻底失控。可这里是我们的家门口，这些鹰囊战战机每多待1秒，都是对龙国的侮辱，对14亿人民的冒犯。这场对峙在互联网上掀起了滔天巨浪，最先流出的是军迷论坛里的截图 ，F-22的飞行轨迹几乎贴在了我们海岸线上，附近海域的渔船也拍到了空中对峙的模糊视频。视频一发到网上，瞬间引爆了全网。半个小时内，网站热搜榜前10里有8个都是相关词条：鹰将闯我国近海，歼16紧急拦截，主权问题寸步不让，阅读量瞬间突破100亿，网友的怒火彻底炸开了锅。我尼玛，这帮鹰将老是疯了吗？都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了！气死我了！之前渔船都敢跟他们驱逐舰对轰，现在他们战机闯进来，绝不能惯着。这已经不是挑衅了，这简直就是羞辱！我要参军，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此时我在修船厂内，并不知道网上的情况，而且许爱国舰长还没把航母呢运过来。喂，小苏，最近宁省沿海这边鹰将来挑衅我们，我暂时没有办法安排把航母运过去。这件事你先别管了，先把改造航母的方案确定下来吧。许舰长，我们为什么不打回去？没有战胜的把握。目前我们只有24架歼20，其中能拿出来的极限架数为12架，战胜把握只有1成。若是加上地对空导弹这些，最多2成把握。2成把握确实太少了。接受任务，教训傲慢的鹰将。任务要求利用改装的6代战机击退他们。任务奖励未来汽车技术资料。假如我们的战机能再升级1代，有没有战胜的把握？我说，如果我将其中2架歼20的战斗机改造成核动力呢？当然，机身方面也会改造成适应这款核动力发动机。啥？小苏，你是说把航空发动机也改造成核动力的？是的。双分值到此区高前报咒，然后交换精测点做。尤其本待上情况周到喷关才免。这事儿太大了，我做不了主。小苏，等我10分钟。这怎么是保密号码？苏小兄弟，关于你说的将战机改造升级的事情，能不能仔细和我说说？这竟然是最高执政官的身份。好，是这样的，我决定将这款战斗机的发动机改装成核动力。另外，机身材料也替代成强度更高的复合金属材料。小兄弟，你需要多久时间？需要什么条件？另外，把握有多少成？改装升级时间5天。条件的话，我需要铝、金刚石、铁矿，注意是原材料，起码9成把握。小兄弟，不需要什么其他条件了吗？9成把握实在太高，他有些不太相信。只需要保证我在改装过程中没有外人打扰就行。其次，鹰将人这次确实有点过吼，我已经不爽很久了。既然要打，那就要打最疼，打到让他们胆颤，这样他们才能消停。我的这番话说到了老者的心坎儿。可以，不过我只能给你1架歼20。能给1架让自己折腾，我已经很意外了。1架也足够了，相信我，5天后我会给那帮傲慢的白头营一个大惊喜。没想到这件事执政官大人这么重视，我一定不负众望，为龙国铸一把利剑。官方的速度也真快，这才不到3个小时就把东西送来了。
1号区域布控完毕。所有物品均按最高保密标准运输，全程签封完好无损，请您核验签收。这就是我们的底气。10年磨一剑，今朝试锋芒。原厂涡扇，连包装都这么讲究，这才是工业之美。船坞实行封闭管理，3米内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务必严守。明白，坚决执行。5天，足够了。这颗心脏将改写一切。第1天，核动力航空发动机设计完成；第2天，主体设计完成；第3天，发动机改装完成；第4天、第5天，组装完成。点火。具体性能数据如下：成员1人，全机空重31吨，空战重量58吨，最大起飞重量75吨，机长24.3米，机宽4.77米，机高5.62米，最大飞行速度5022千米每小时，最大航程2160小时，使用第1代可控核聚变航空发动机。苏小兄弟，改造进度还顺利吗？要是时间紧张，我们可以再协调，首长。 5天时限到了，战机改造完成，随时可以试飞。5天？你们只用了5天？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速度！开玩笑吧？没错，一切就绪。您放心，这次试飞一定会给那帮傲慢的白头鹰还有您一个天大的惊喜。好，我马上安排人员对接试飞事宜。苏小兄弟，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小严，这就是你改装的战机吗？使用的是可控核聚变为技术核心，续航为2160小时。当然，这是在不考虑机身强度和飞行员身体状况的条件下。众所周知，飞行速度太慢的战斗机就是别人的活靶子，但这款战斗机不用，因为它的时速已经达到了5022千米每小时，这是最高时速。不过巡航时速也有4331千米每小时，绝对够用了。要不是时间关系，它还可以变得更优秀的。苏小兄弟，你这架战斗机足以吊打世界任何一款战斗机，甚至一架吊打10架也游刃有余。淡定，淡定。这么牛的玩意儿，你居然让我淡定，这叫我怎么淡定？压根淡定不了。唉，回想一下，从建国开始，龙国就一直受到排挤。首先是那2只动物，还有一大群西边的势力，北边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后来那只熊倒下，可那只鹰跟那帮势力还在。时不时就派侦察机来你地盘上大肆侦察，甚至派战斗机、航母编队过来巡逻。尤其是最近几天，为了找回掺子，干脆跳脸输出了。打吗？打不过，所以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可现在有了这架战斗机后，委曲求和，给我狠狠揍他！在场的所有人一定也是这么想。这架战斗机，我们全体商议后，决定命名为龙腾，寓意即将腾飞的巨龙。发动机命名为龙心，寓意龙腾之心。时间很快来到下午的4点半，今天天气正好。在一名特级空军飞行员的操纵下，龙腾一跃而起，冲上苍穹。20分钟后，当他飞回地面停稳的时候，全场欢呼，因为在这一刻起，龙国的空军将迎来新时代。至于跟龙国战机对峙色的鹰匠人，正好给龙腾战机当手朽用。这正是龙腾战机基于歼20深度魔改而来的空中王牌，其弹舱深度与宽度远超原版。黄队，
全系统检测完毕，一切正常。登机，下城基地1级警报，系统自检通过。核动力引擎点火，起飞。音障突破。瞧见了吗？这帮龙国飞行员只配在后面吃尾气，他们难道不知道 F-22能甩他们8条街吗？杰克，收起你的傲慢，他们越隐忍越像暗处的幽灵。还有3天巡逻结束，别惹事，完成任务立刻撤退。放轻松，队长，这里我说了算。上帝，那是什么？杰克，小心6点钟方向。上帝啊，那是什么？杰克，小心你后面！不好，被锁定了！规避，规避！该死的，这是偷袭！预警雷达为什么没反应？他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目测最少3.5马赫，他们上哪儿搞出来的这种怪物？给我锁定他！反击！反击！凭这些也想抓到我？即便导弹立刻重启追来，可他们的速度连龙的尾气都吃不上。约翰，撤！快往航母方向飞 ！Go go go！ 这架龙腾战机光是常规巡航速度就达到了恐怖的4马赫，你想跑根本不可能。前方战机听着，立即关闭发动机，迫降投降。重复，立即迫降投降。卑鄙的龙国人，伟大的英煞永远不可能投降！你们这些该死的龙国人，我要杀了你们！上帝啊，上帝，快躲开！躲过这一击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吧？击臂都被打中了，看你还能坚持多久。不到2分钟，2架 F-22被击落，这真是国之重器。太多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龙国牛逼！有生之年，我居然能亲眼看到咱们的战机把英乡的飞机打下来，太阳没吐气了。猎鹰1号命令你立即追击逃窜敌机，若发现敌军航母编队，可执行一次威慑性主动攻击。完成任务后立即撤退。该死，我的速度都2.5马赫了，竟然甩不掉他！可恶的龙国人，有本事就杀了我！你这个只会躲在后面放冷枪的懦夫！有本事1对1决胜负！你们高傲的自尊心去哪儿了？我还是比较怀念你们之前的态度，请恢复一下。我就这样跟着你，你想跑，但你偏偏跑不了。所有护卫舰立即启动标准6舰空导弹，给我把那架龙国战机打下来 ！Fire！ 就凭这些武器，根本碰不到我。来吧。干扰弹发射。这里肯定是鹰将的航母编队了，你们也尝尝被威胁的滋味吧。龙腾战机机头快速下垂，伴随着一声尖锐的破空呼啸，从8000多米的高空直直俯冲而下。火控系统的激光瞄准器牢牢锁定了航母的剑桥指挥室。区区一架战斗机，竟然挑战我们航母战斗群，我一定让你有来无回！密密麻麻的火力网，就算驾驶的是6代战机，也很难全身而退。我此番前来只为威慑，绝非送死。
该死！这龙国飞行员疯了吗？那是战斗机，不是轰炸机。就是现在！今天的耻辱，我约瑟夫记下了。约瑟夫，这是命令，立刻撤退！全舰队撤退，返回横社护港。20分钟后，当他飞回地面停稳的时候，全场欢呼，因为在这一刻起，龙国的空军将迎来新时代。这东海的战况简直痛快，龙腾战机太不可思议了！哈哈，小严，你小子可真是咱们龙国的宝贝，就连最高指圣官都亲口说了，这战机是国之重器。从现在开始，你需要什么，我们这边会全力给你提供支持。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们绝无二话。别的倒没什么，就是我东华老家有个朋友叫陈静怡，他父亲前段时间出了车祸，后续的治疗和事故处理，想麻烦您帮衬一把。哦，我明白了，你放心。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处理的明明白白，保准万无一失。恭喜宿主完成战机改装任务，任务评级完美，检测到客户5星满分好评，任务奖励翻倍。恭喜宿主获得蔚来汽车全系列技术，资料已同步至系统空间，成功激活全新系统任务，改装民用车辆，并获得客户5星好评，任务奖励单兵外骨骼机甲全套制造技术。潮水般的金色令激流，如同奔涌的星河，顺着我的神经脉络疯狂涌入脑海。系统这次的奖励依旧变态到超出认知，这竟然是一台完整的3部汽车全结构设计图纸。地面模式下，它能和普通家用车一样合规上路。车底隐藏了4个矢量反推发动机舱，一旦解锁开启，它能像飞机一样直接上天。整车车身、车架、玻璃全采用了蔚来级的碳基纳米复合材料，头发丝直径的纳米丝，极限承重能达到5吨，稳稳吊起一辆满载的重型卡车。这台整车的抗冲击强度，就算是现役主战坦克的穿掇弹正面轰击都无法击穿，就算是坦克迎面撞过来，车内的人都能毫发无伤。最后是这台车的心脏动力系统，这台混动发动机的理论热效率达到了惊人的 82%， 比当下最顶尖的燃油发动机热效率高出了整整1倍还多，而且它的续航直接翻倍，油耗比买菜车还要省1半。这里还附带了 L5级全自动化驾驶的全套算法，可现在龙国的 5G 基站还没做到偏远地区全覆盖。这项顶尖技术，在当下只能沦为鸡肋。我记得静怡姐上周特意发微信，想买台几万的车练手，怕被车贩子坑，这不正好撞枪口上了？借着这个机会，把她从小到大照顾我的人情给还了，又能完成系统任务。徐司令，帮我走特殊通道批一批材料，特种纳米复合板材，4台小型航空赏量反推发动机，高精度中控传供元件，还有工业级等离子切割机。清单我稍后发你，急用。没问题，材料天亮前就能送到你车间。这台车是近2年的新款，车身结构也适合改装，主要是足够低调。谁能想到就这样的车将会变成坦克、潜艇、飞机？对我来说，车况好都不重要，随便买了个便宜的就带回来了。接下来你就准备大换血吧！一晃眼竟然找出70多处设计缺陷，虽然都算不上大问题，都是家用车量产时为了成本妥协的小毛病，可这些小问题堆在一起，这上限就被拉低了。没办法，只能拆光了，从头开始大改造。就这样，我就改了3天。这3天，我总共睡了不到4个小时，全靠咖啡续命。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西部海岸，鹰将海军基地的绝密会议室里，一场针对龙国的闭门会议正开得火药味十足。他们比谁都清楚，那架龙腾战机展现出的性能已经甩开了全球所有现役战机一个时代。可问题是，半年前龙国的战机技术还和他们有代差，这才短短几个月，怎么可能突然拿出这种跨时代的技术？先生们、女士们，那日我们不过是为了维护樱花国和龙国的和平稳定，不得已驱船进入相关海域。可龙国就因为这一点，悍然击毁了我们2架宝贵的 F-22，还俘虏了我们的飞行员。我在此代表伟大的鹰架，正式提议，
对龙国实施全方位的技术制裁与贸易封锁。各位谁赞成，谁反对？樱花国和伟大的鹰架有着完全一致的立场，龙国必须为他们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动用了所有在龙国的情报网，多方打听，最终发现龙腾战机首次试飞的机场离一个叫自强修船厂的地方非常近，所有和战机相关的材料流向看来全都是到了这家修船厂。查清楚，自强修特厂的负责人苏清言，核心源头，立刻派遣我们的顶尖特工，24小时全天候盯梢他的一举一动，他接触的所有人、所有物品，都必须一字不落地汇报回来。任何可疑线索，绝对不能放过。这台安吉月行，从外表看依旧是普普通通的家用车模样，可里面已经完全改头换面了。分区清晰，逻辑稳紧，简直和飞机的驾驶座一样。要不是有方向盘，任谁坐进来都以为是坐飞机了。车身强度1000 IP， 整车重量2434K， 动力单元主燃油发动机1个，矢量反推航空发动机4个，油箱容降72升，发动机热效率82%，最大陆地行驶速度350公里每小时，陆地续航12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710公里每小时，飞行续航700公里，最大水上航行速度40节每小时。核心功能：全风潜艇模式纳米级防弹防护，水陆空3域切换，还有电动按摩座椅和大连屏。小妍，我到梅林码头这边了，你说的车在哪儿呀？静怡姐，你在原地等我10分钟，我马上把车开过去给你。小时候我父母出海遇难，是隔壁的静怡姐一家把我照顾长大，这份人情我一直记在心里。这次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报答她。Hello， 静怡姐，好久不见。那，这就是我给你找的车，稍微小改了一下，你练手用，凑合着开吧。哇，安吉牌的车，我之前就听朋友说口碑特别好，而且这个白色也太好看了，我超喜欢。对了，小妍，这车多少钱啊？你跟姐说实话，别给姐垫钱。2万就行。其实这台车改装的价值就不止200万，不过以前她照顾我的情分，却不是用钱衡量的。可以，太合适了，我晚上回去就给你转账。过几天咱们就去过户。好的。我操，不是说她闺蜜的男朋友是船厂大老板吗？合着就给闺蜜整一辆破国产二手车，虽然外表看着挺新的，说到底就是几万块的安吉月行啊，也太抠了吧，笑死！开个修船长就给人买2万块的车，纯纯下头男，亏我还以为是个大佬。静怡和他还没在一起呢，人家帮忙找车就很够意思了。这车虽然比不了 BBA， 好歹是人家正儿八经花钱买的二手车，可比那些只知道画大饼的渣男强多了。小妍，忙活一早上了吧？一起去吃火锅怎么样？我请。不了，静怡姐，我这几天熬夜困死了，得赶紧去补一觉。大本和驾驶证都在副驾的抽屉里，晚点我再请你吃饭。我先走了。我的天，好多按钮，起码40-50个吧，这么多颜色。哎，不对，这怎么还有个飞行模式？啥？飞行模式？跟手机一样没信号那种？这车太古怪了吧？是啊，管它呢，我先点火试试。我去，这声浪绝对是顶级改装，绝对不是原厂约槽能发出的声音。这声浪不对啊，花重金改装了吧？私自改装车辆是违法的吧？主播闺蜜这对象也太不靠谱了。等等，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这声浪没有几百万改不出来吧？我觉得这车好好开啊。虽然我没怎么开过车，
这油耗这么低吗？原来现在国产车都做得这么好了，过了这么多减速带，竟然没怎么颠簸。你们怎么开车的？这么憋很危险，知不知道？要不是这一车刹车好，我们早就撞上去了。想活命的话，立刻下车！快关车窗！快关！快报警！我操！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想干嘛？快报警！快打110！所有人都帮主播报警！有没有住在深武湾附近的兄弟？快去支援一下，主播妹子危险了！渡边君，立即行动！不能让他们把消息传出去！よし！哪里？怎么可能连压痕都没留下？八百路，这怎么能？怎么可能？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我靠！切割机都拿出来了，这帮人绝对不是普通的绑匪！主播千万锁好车门，别出来！我已经报警了，警察说马上就到。主播坚持住，我家就在外高村，我已经让我朋友开车过去了。挺住，挺住，出谋划策。爸爸！静怡，你那个朋友给你买的到底是啥车呀？这肯定不是安吉悦动啊，哪有悦动能离谱成这个样子的？这他妈是安妮，这是安吉悦动，我人麻了！这防护性能要不要这么变态？沃尔沃来了都得叫声大哥吧！不能让他逃了！为了大樱花地沟沟，追！小妍，这车的车门是不是也被你改装过了？怎么打不开啊？我们掉海里了，我们要死了！你们要死了？到底什么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开车开得好好的，结果一群人别我们的车，还拿钢管砸车，然后我一急之下不小心把车开海里了，车门就打不开了，海水一直在往里灌。静怡姐，不要急，听我指挥，一步一步来，绝对不会有事的。你现在看你右手边的中控，第二排第3个按钮，绿色的那个，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了。然后呢？先按这个绿色按钮，按下去之后，再按第一排第2个红色按钮。最后按红色旁边那个白色的，上面写着“密封系统”4个字，快，按顺序来。密封系统启动，潜艇模式启动。小妍，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汽车吗？我知道是汽车啊，就是以防万一给它小改了一下。我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你管这叫小改一下？我
我操！我操！妈妈，我出现幻觉了！这车防弹就算了，掉到海里还能变潜艇，这他妈是家用车！你管这叫小改一下？这是魔改到亲妈都不认识了吧？掉棒了！热搜直接冲飞向上项热搜第一了！直播间的人数还在以恐怖的速度上涨，1万、2万、3万、5万，很快就突破了10万。同时，安吉跃动入海变潜艇的词条直接引爆了整个网络，这场直播也被无数人截图转发，视频很快就传到了安吉汽车总部。安吉的员工、经理看到直播里的画面，全都懵了。刘总，这是我们的跃动，我们自己造的车，什么时候有这本事了？我怎么不知道？立刻，马上，公司账上划1000万，全换成豆币，给这个直播间顶流加热。还有，立刻联系深沪湾当地所有能联系的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保全这2个姑娘还有那辆车。最重要的，想尽一切办法，给我联系上那个改装这台车的人，我要亲自去深沪湾见他。玻璃砸拔不破，切割机都切不开，可掉进海里还能和快艇一样在海上开爱，这还是车吗？实行 B 计划，立即派高速快艇过来。坐标位置：东经366，北纬223233。秋道哥，我哋已经在附近开局，5分钟内可达。你们立刻丢弃所有的装备，跳米完了愈合。怎么办？小妍，他们追上来了。不用怕，这车的防护性能超出你们想象，他们拿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而且咱们还有 C 计划，你们现在就往这边开。我已经联系了码头的驻军，他们已经在码头接应你们了，到了那里就安全了。好，好，我们现在就开过去。不能让他们开到码头，这辆车的防护性能太离谱了，拿反坦克火箭筒来，绝对不能让他们逃走。瞄准，发射！逃不掉了，我们逃不掉了！本小姐连男朋友都没有过，本小姐还不想死啊！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我操，这他妈是真的，火箭弹都炸不动！今天这场直播直接刷新了我的世界观。苏神，对不起，我之前不该嘲讽你。静怡姐，不用怕，这车的防护性能没问题，火箭筒都出来了，不能再等了。启动 C 计划，你右手边那个写着飞行模式的按钮按下去。飞行模式启动中，正在关闭舰艇模式，飞行模式切换成功，反推发动机启动。啊，这就飞起来了。比坦克防御还强，我忍了；掉海里变潜艇我也忍了。一辆家用车居然直接上天，这就太过分了！防弹下骰能飞，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别怕，跟平时开车一样，把脚放到油门踏板上就行。记住，
方向盘不要乱打，轻轻调整方向就行。哦。慢慢松开油门，准备降落。小妍，我这车不对，这车你到底是怎么改装的？苏同学，这车真的是你改装的？防护性能那么卓越就算了，还能在水上飘，天上飞，连火箭筒都炸不掉，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厉害的汽车。你能给我也改装一辆吗？多少钱我都愿意出。我操！苏神原来真是改装大师，我之前嘲讽他，对不起，苏神，对不起。这一刻，整个直播间彻底炸锅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历程，直接让安吉汽车一夜之间火遍了全网。第二天一早，全国所有的安吉汽车 4S 店全都人满为患。就要这个款式的，能上天下海的那款。有多少要多少，钱不是问题。这他妈是安吉汽车？这哪个天撒的特效搞得太离谱了吧？我们要是有这技术，还卖什么家用车呀？什么？这个叫苏清言的，竟然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军工人才？这哪是我们能请来合作的大神啊！该事件一出，让整个世界彻底震动。鹰将六角大楼连夜开会，把苏清言列为全球头号目标。樱花国情报部更是全员加班，他们的核心目标全都是自强修船厂。鹰将连王牌特工都派来了。恭喜宿主完成改装车辆任务，获得用户陈静怡5星好评，任务完成度100%。任务奖励发放：未来战斗型机甲制造全套技术。恭喜宿主激活新主线任务，制造一台实战型机甲，并获得用户5星好评。任务奖励：未来机器人全部核心技术，囊括战斗型、医疗型、工业型全品类。这款机甲走的是单兵外骨骼路线，高3米，重631 kg， 极致枪量化，防护拉满，全景声纳热成像，战场分析，全维度感知态势。左手高射速铜节机枪，右手90毫米激光炮。足以击穿现营所有主战坦克，高空飞行，深海潜行，真正做到全地形作战。整台机甲全采用了先进的纳米级复合记忆材料，发丝细的一根，足以吊起满载的重型卡车。能源系统方面有2个方案，一是微型核反应堆，续航几乎无限，可持续作战2个月以上。缺点是有较强的核辐射，对驾驶员的身体有伤害。二是高密度各洛西电池，虽然续航只有72小时，但是零辐射，对人体完全无害，是当下的最优解。最让我震撼的是它的收纳功能。这台3米高的机甲可以通过变形折叠，缩小到只有鸡蛋那么大，随身携带，随用随展开，不愧是未来科技。激动过后，我很快平静了下来。一根线条勾勒出了机甲的整体轮廓，一场新的风暴已经在悄然酝酿，而属于我的传奇才刚刚开始。